3万年前，一位拥有无敌之姿的先帝诞生，10岁筑基，18金丹，30元婴，万年正道先帝。他曾言，只要他再世1日，天下皆为蝼蚁，天道亦如是。可就在1万年前，他突破天地时遭遇混沌雷劫，不慎魂飞魄散。以上就是逍遥先帝生前的故事了。哇，逍遥先帝也太厉害了吧！我长大后也要成为那样顶天立地的强者。李爷爷，可以讲讲逍遥先帝生平的事迹吗？我记得2万年前，逍遥先帝独战1万人，一剑正道，位列剑道魁首，仙中帝皇。自那之后，无论是9天圣地的玄女，还是皇城中的公主，又或是混沌之上的仙者，都对他颇为倾慕，皆愿意与他结为道侣。我们秦州的女帝曾公开说过欣赏逍遥先帝，甚至立誓此生只愿与他结道。李爷爷，那逍遥先帝一定长得很俊吧？那是自然，世间难寻第2人能与他相比。秦州女帝曾说，只要看他一眼，便会终生难忘。说得不错，继续讲，有赏。多谢这位爷，祝爷祥瑞临身。那位逍遥先帝自出道以来从未败过，凡是与他为敌之人，无不心生畏惧。他实力深不可测，4大神兽都曾称赞过他，甚至魔门帝皇也承认此人强大无比，不可轻易招惹。他成帝后的那万年间，没有任何人敢向他挑战，直到那一天。最终他渡劫失败，被天劫重创。消息传出后，世人皆以为他从此消散。万一他其实没死呢？我倒希望他没死。当年逍遥先帝创办逍遥宗，帮助了无数修行者，让许多普通人也有机会踏上修炼之路。可他离开后，逍遥宗逐渐式微，最终解散。得民心者方能受人敬仰，逍遥先帝的确让许多人怀念啊。李爷爷，我们先不说这些了，能不能从头再讲一次？我还想听逍遥先帝的故事。当然可以，只要你们想听，我便能继续讲。这是我当年冲击天地时出现的异象。当年我并非真正陨落，而是在天劫击中的一瞬，触发秘宝侥幸画下为夷，并借此突破成功。自那之后，我已然成为天帝，只是世人并不知晓。没想到，今日竟会有人引动同样的异象。登顶又如何？无敌与世间反倒无趣。秦州的云，比仙宫的更自在。散去威压，做个凡人，看云卷云舒，才是余生的道。吾乃天道，灵气即将再次喷涌，新纪元将自此开启。为记录旧时代尚存者之强，特立天道金榜，盘点5万年间仍活着的10位至强者。晚登榜者，皆可获天道厚赐。5万年内最强者还能获得奖励。万年隐士，终究纸包不住火了吗？本想平凡度日，如今怕是难了。天道金榜，上榜者可获奖励。天道不会小气，这奖励或许能助我突破天地。我为秦州唯一先帝，掌控万万人命脉。若我都不能上榜，那天宝便无需存在。若李兰仍在，第1名必是李兰。可惜金榜来得太晚，
若是1万年前，李兰必能借此突破天地。在我心中，第一永远只属于逍遥仙帝。此榜玄妙无比，我竟难以窥其根源。天道所设，岂是我们能轻易看穿的？我等4人乃妖族最强，理应占据前4之位。幸好那位已经不在，否则我们必被压上一头。那这金榜也是垃圾。若逍遥仙帝未死，他必然是第1名。吾等4位必然登榜，前4之位当由我们占据。第10名，秦州女帝柳青寒，先帝初期，奖励5行大道原业，生生不止丹。5行大道原业，若欲突破天地，须以圆满大道正地。柳青寒得此物，突破天地指日可待。若我得此宝，也必能破境天地。接下来我的奖励，第1或第2，我不会低于前3。竟然是大道原业，这只是第10名的奖励。生生不止丹亦是9品神丹，战斗中恢复神效非凡。天道出手，果然恐怖。第10名如此，那更上位的奖励，不可想象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我等的奖励绝不会逊色。该死，竟是那个臭婆娘排第10，她比我强不成？我们同为先帝初期，凭什么她能占据第10名？若她得了奖励，实力暴涨，她一定会来找我报仇，到时我未必能赢。求天道，让我上榜吧！不上榜，我必死无疑。发放第10名奖励。原业，竟真是5行大道原业。有了它，我能在5000年内突破天地。大道在握，未来近在眼前。等我破入先帝中期，掌握5行大道，我就去找雷震天报仇。金榜果然神妙，若我更强些，奖励应当更好吧？可惜第10名已是末尾。那小丫头，这份奖励让她数千年内突破天地了。第9名，雷霆先帝雷震天先帝初期，奖励雷霆大道原业万雷剑。不好，雷震天得了雷霆大道原业，还有仙气万雷剑，他很快就会来杀我，必须立刻闭关！柳青寒，我的奖励比你更强，万雷剑一听就是仙气，这次你死定了！他若还未完全炼化原业，我就能抢过来，到时我必成天地。我们皆为先帝圆满，只差1步突破天地。如今连区先帝初期都可入榜，我们自然必在前列。接下来将是一场竞速之战，谁能最快突破天地，谁便站在玄尘巅峰。柳青寒与雷震天之间的仇怨，怕是要在近期爆发。那万雷剑，若是天道仙气，他可能挡不住。雷震天一旦拿到仙气，这一战必不可避。发放第9名奖励。也不知道那丫头能不能撑过去。公布第8名，第8名玄武先帝，先帝圆满，奖励远古玄武精血。这跨度也太大了吧！前面还是先帝初期，怎么直接跳到先帝圆满？玄武竟然只是第8，前3到底都是谁？远古玄武精血是什么？听着就不像凡物。我才第8。这金榜是不是乱排的？天道他！还没突破天地，马天道先忍着。不过，远古玄武精血有他在，我5年内必然突破天地。
连玄武都第8，我们不会连前3都进不了吧？我们的实力差不多，玄武才第8，那我们不会是第7、6、5连号吧？那也太丢脸了！除了魔帝，有谁能比我们强？这排名到底怎么回事？第7名，青龙仙帝，仙帝圆满，奖励远古青龙精血，木之大道原液。第6名，白虎仙帝，仙帝圆满，奖励远古白虎精血，金兵大道原液。第5名，朱雀仙帝，仙帝圆满，奖励远古朱雀精血，离火仙剑。我们4个都进不去前4名，这金榜不会是假的吧？怎么可能有人比我们更强？这金榜肯定有问题！天道瞎了眼！敬天者昌，逆天者亡。唉，自找的。看来我们的实力确实太弱了，连前4名都进不去。前4究竟是谁？除了魔帝，还有谁能压我们？今日公布完毕，前4名将于明日全部公布。明日就不能现在说完？这是故意吊我们胃口吧？算了，先拿奖励闭关，有这些东西在，实力肯定能提升。就这还要等到明日？10个人的排名不能一天公布，这天道是不是有病？只能等明日了，也不知道第1名是谁。若逍遥仙帝还在，第1名非他莫属。可惜天妒英才，陨落于天劫，不再是一天，天下皆为蝼蚁。天道亦如此。那是无人敢说，却被他以无敌实力证明过的狂言。他才是真正的传奇。这么快就公布了，真没意思。回去了，还想着看看会不会曝光我。要是曝光了，那些家伙会是啥反应？结果要等明天。这天道真无趣。小二结账，小二结账。我喜欢这种微醺的感觉，因此我主动封印修为。只为能像凡人一样醉倒在岸，醉意能让我暂时忘却一切，只做个简单快乐的普通人。至于危险，我从不担心。天下无人能伤我，哪怕封印修为，我的肉身依旧是天地之躯。客官，您上次留下的银子还没花完呢。这边走，这边走，您的马车在后院。送李叔回山上，注意安全。这座小院建在山上，隔着村子一段距离，清静优雅，是这位青年的住处。他的容貌从未老过，定是位仙人。李叔，您要不要媳妇儿啊？我看您孤独那么久，也该成家了吧？要，你送来吧。成，你等着，我马上给你带上来。去吧，哎，给门带上啊。喝醉的感觉还是一样舒服，明天继续喝。厨房有人。你是谁？来我家做什么？好俊朗的男子，这个男人比传闻还要帅。我是女帝，肩负复仇大业，不能被男色迷惑。我是曾小牛带来的，他说你答应做我的相公了。我答应他了？什么时候？长得虽有几分姿色，但我见过的仙女一个比一个惊艳，就算再缺媳妇，也不至于找个凡人女子吧。八成是醉酒时被那孙子套了话，稀里糊涂就答应了。那是我醉酒后的胡言乱语。你回去吧，我不缺媳妇。求你了，我如果回去会死的。我是被卖出来的，回去一定会被打死。
我不做你的媳妇也没关系，只求在这里借住1年。1年后我就走，不给你添麻烦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陈琳。行，你留下吧，自己找房间住下，但别妨碍我的生活。果然是修行者，这种手段顶多元婴境界。这里的灵气太充沛了，1年时间，凭我前世经验，必破化神。我前世是大地强者，死于5000年前。在昨日，我夺舍重生，再度苏醒，留在这里不是为了所谓婚事，而是灵气。谁能想到一处荒山，竟蕴含比我前世洞府更精纯的灵气？这里是仙地，我的好徒儿，你背叛为师之仇，我会让你万劫不复。暂时不能暴露。真是缘分啊！他那父亲的女儿，没想到又到我这里。我天生拥有混沌神瞳，可见过去未来。2万年前，我与陈灵的父亲有过一段交情，后来因故走散，自此没再见过。世间竟有如此巧合，既然来了，帮他一把便是。1年而已，他想借用聚灵阵，无碍。看那女人似乎并没有认出我来，也不奇怪，我的画像留存不多，若非熟识之人，根本无法将我与传说中的那位联系起来。仙帝气息，秦州里本就有仙帝柳青寒，但这一柳青寒，吾乃雷霆仙帝，给我滚出来受死！雷震天来了，目标很明显，趁柳青寒尚未炼化5行大道元液，将其击杀并夺取机缘。他的底气是那件仙器雷震剑。雷震天，你一个手下败将，也好意思来送死？仙帝原来是如此恐怖，总有一天我也要重回仙帝之境。他现在应该也跪着吧？仙帝之下皆为蝼蚁。柳青寒，你是疯了吗？我堂堂仙帝榜第9，怎么可能是你手下败将？整个秦州像是迎来了末日，百姓纷纷跪地祈祷，恐惧到极点。神仙打架，凡人遭殃，一直如此。我稳住了脚下整座大山的震动，让山下村民不宜被天威震死。毕竟我和那些百姓算是熟人。是李仙人显灵，李叔太厉害了，幸好我给他找了个媳妇儿，不然他太孤单了。是修仙者这件事，村民们早就猜得8九不离10，几十年如一日，容貌不变，不是凡人都能看出来。从那以后，村民们便把我当作真正的仙人，逢年过节都会把山珍佳肴送到山顶，我也从不白拿，会替他们看病，偶尔教些有悟性的孩子修仙，好让他们有机会走出大山。这样的日子其实很惬意，总比一个人常住荒野无声的山里要自在得多。雷震天与柳青寒厮杀了一整夜，唉，柳青寒还是打不过。2人修为相同，皆为仙帝，但雷震天握着仙器雷仙剑，战力暴涨。柳青寒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逍遥，我来陪你了。前辈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出手？这股力量乃仙帝之上，就连这柄飞剑都比我的雷仙殿更强。100年之内，不准迈入秦州半步，若进死。前辈说的对，晚辈保证100年之内绝不踏入。这声音好熟悉，是他，逍遥，逍遥，是你吗？他定神恍惚，才会听到不存在的声音。一个死了万年的人，不可能再出现。多谢前辈出手相助，小女永世铭记，将来必定报答。小妮子，
这是我最后一次出手帮你了。100年时间，你也该成长了。我与柳青寒并无深厚感情，不过是柳青寒单方面立下天道誓言，此生非我不嫁，从未问过我的意愿。这次出手，已经是我最大的善意。他的因果，他终归要自己解决。陈灵还在盘溪吸收灵气，1个晚上，他已升至炼体2重。不愧是大帝转世，倒有点东西。不过我这里可不是让你白住的。哎，早上了，我的早饭呢？我忘了，我马上做。一点菜都没有，这做个鬼的早饭！没粮食就去村子买，桌上有银子，我要吃的。1年后，等我突破化神，我就不伺候了。李仙长，我们来了！来了，来，让我看看你们这几天练得怎么样。我先来。没想到李兰竟然会教村里的孩童练拳，而大多数修仙者在突破筑基后，便极少再与凡人有任何瓜葛。仙界有句话，仙凡之别，入仙之人与凡尘无缘。许多修仙者突破之后，往往斩断凡尘因果，一心求道。像李兰这样还会教凡人练拳的，极为少见。算了，赶快把早饭做好，免得又惹他不耐烦。唉，还是差得太远，要这样才对。这些孩童的根骨都很差，想让他们……我有的是时间，可以慢慢教。不对，拳法没变，可神韵完全不同了。我游历过许多世界，见识极广，清楚地知道天地功法从低到高依次是黄、玄、地、天、王、皇、圣、仙、地、天道混沌，而眼前男孩所展现出的拳意，赫然带着圣级功法的神韵。我也不过是拥有2本圣级功法，正是靠这2本，才一步步成为大帝。一个凡间孩童怎么可能施转出圣级神韵？难道李兰教的那套拳法是圣级？难以置信，一个隐居偏僻山顶的修士会有圣级功法。喂，早饭好了没有？做好了。行，你们先下山吧，按我说的去练，明天再来。好的，再见，李仙长。那个，我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。李逍遥，这是我假死后一直使用的名字，真正的名字，世间已无人能记起。请问，你教他们的拳法是圣级功法吗？怎么可能？我只是个山里人，哪会那么厉害的功法？味道不错，以后你就负责1日3餐，晚上必须有肉有酒。我肯定没有看错，那绝不是凡阶功法。李兰是在刻意藏风吗？金榜现世，继续公布前4名。不知道第4名是谁，能排在4位神兽仙帝前面的人，可不简单。究竟是哪位仙帝能排在神兽仙帝前？我觉得魔帝肯定能进，毕竟他是仙帝圆满。除了魔帝，还会有仙帝圆满吗？说不定有某些老怪物闭关几万年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境界。除了我们几个，还有谁能进前4？魔帝那家伙的实力我认可，他排在我们前面合理。可第4名又是谁？事已至此，只能等金榜公布。也许真有老怪物隐藏世外。不过这金榜奖励是真强，我已经吞下远古玄武精血，不出100年必定突破天地。我们都有如此奖励，那前4名的奖励岂不是更夸张？第4名，冥界之主罗明，仙帝大圆满，奖励鬼之大道元业10亿凶鬼幡。什么？冥界之主？他什么时候突破到仙帝大圆满了？果然啊，一个个都扮猪吃虎。我们倒好，自以为天下无敌，真正的强者却连露面都懒得露。第4名我们认了，心服口服。可仙帝大圆满只是第4，那前3……难不成是天帝？不可能，万年来无人踏入天地，这是公认的。没想到我藏了万年的修为被这天道金榜点名了，既如此，也不藏了。过道元业10亿凶鬼幡，好宝贝，
尤其是凶鬼幡，天下恐怕只有我能用。天道倒也大方，我距离天地也只差一步，凭原本的积累，20-30年便可突破。现在有了奖励，5年之内必成天地。可这样，竟也进不了前3。前3之人，究竟是什么来头？公布第3名，混沌界之主许下先帝大圆满，奖励毁灭大道元业混沌轮回术噬魂刀。混沌界之主，这是谁？竟和我一样，先帝大圆满，还给了毁灭大道元业。现在的老怪物都不喜欢出世了吗？若没有这金榜，谁知道他们藏在什么地方？剩下2个，我怎么都得拿个第1吧，不可能还有人比我强。难道是天帝？不应该啊！要真有天帝，这世上一定早就知道了。除了魔帝，难不成还有更强的老怪物？逍遥先帝，若你还活着，第1名一定是你。现在嘛，多半是魔帝了。公布第2名，怎么可能？竟然是他！第2名，魔帝前虫，先帝大圆满，奖励魔之大道精纯元精，远古魔神精血，魔渊剑。魔帝才第2，那第1还能是谁？这世上根本没人了。难道又先帝大圆满？逍遥先帝死后，天地雷劫从未出现，9州无人突破天地境。若他在，他必是第1。不会吧？魔帝都没拿第1，太离谱了！连魔帝都只能排第2，那第1不会真是天帝吧？金榜说得很清楚，榜上记录的是5万年来最强者，我们4个也就活了这5万年，那时根本没有天帝的影子。那时还是逍遥先帝出现的时代，一个蛮不讲理、实力通天的妖奈，压得3界5族都抬不起头。绝不可能是天帝！5万年来，我连天帝的影子都没见过，第1名肯定是先帝大圆满。不太可能是天帝，这种境界，没人能悄悄突破。你们说，逍遥先帝会不会没有死？不可能！那场雷劫你们又不是没见到，逍遥被雷霆当场劈中，灰飞烟灭。我们搜了几个月，一丝魂魂、一块肉身碎片都找不到。他的储物袋、法宝全被雷劫摧毁，没有任何痕迹。当时整个玄尘仙界的势力都出动了，人人都想要他的功法与法宝，结果什么都没找到。这种情况下，他怎么可能？对，天道之力不是他能抵挡的，他早就魂飞魄散了。可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既然没有找到尸体，你们凭什么认定他死了？总之，他不可能还活着。要是他还活着，我白虎直接变成本体让你骑3天。第1名究竟是谁？不见经传之人吧？我竟然才第2名！我才第2！天下谁不知道我的实力？多少人都说我仅居第1，结果第2！金榜是假的吗？不可能！我怎么会排第2？谁能排在我前面？这不公平！是谁踩在我的头上？魔帝居然只是第2，他不是公认的最强吗？公认的是谁？他怎么就最强了？你好歹是仙人，难道还不知道魔帝前虫被称为当今最强吗？可我听说他以前一直是万年老2。嘘，别乱说话，被人听到可不得了。先帝不可辱，魔帝更不可辱。你不知道，当年是逍遥先帝始终压着前虫，所以他才被称万年老2。可逍遥先帝1万年前就死了。你好像很难过。没有，只是想起了一些事。总之，当今最强的确实是魔帝前虫。如果逍遥先帝没死，他才是第1。如果他没死呢？我倒希望他没死，
可可能性太小了。毕竟，当年那么多人亲眼看见他魂飞魄散。第一名公布，竟然有异象，这待遇也太夸张了吧！这让我更想知道第一名是谁了。9位仙床都没有异象，只有第一名出现，这太离谱了。你们有没有觉得眼熟？青龙，那是你！我记起来了，这是仙剑之战，2万年前那一场大战，人仙魔妖鬼5族全部参战，只为争夺一柄天道仙器。对，当年我们4个都去了，全界都去了。那时我们还不是仙帝，只是大地境。那一战，整整打了1年，天昏地暗，尸横遍野，全死在那里。那一战，主角只有一个，逍遥。他以一己之力对抗天下群雄，最终夺得仙剑，并在战斗中突破，成为史上第一个仙帝。可那场大战都过去2万年了，天道为何重现？难道第一名和那场大战有关？逍遥仙帝，不可能，他早就死了，怎么可能是他？如果真是逍遥仙帝，那就太离谱了。难道他真的没死？当初虽然怀疑，可想想就觉得不可能。如果他活着，万年来为何毫无消息？果然，万年老二，一辈子都是老二，终究还是不敌他。难道真的是你？你没死对不对？你还活着。如果是你，那我还有对手。如果真的是你，没错，逍遥就是从那一战中突破成仙帝的。我记得，难道他真的还活着？你还活着，对不对？无敌的存在，怎么可能被天劫灭杀？鲲鹏仙剑，是他，逍遥仙帝！天下谁人配白衣？唯有先帝李逍遥。这话果然没错。没想到今日再见这画面，当年的噩梦又回来了。是啊，逍遥仙帝对我们来说是真正的噩梦。是他，是逍遥仙帝！仅靠背影，我就感觉心脏要停跳了。难道第一名真是他？不可能吧！他死了1万年了，怎么可能是他？吾再是一日，天下皆为蝼蚁，天道亦。这是逆天之眼，天地之下，天道最大。这太霸气了！除了他，没人能做到。唉，可惜天妒英才，唯一可能突破天地的男人却死了。若逍遥仙帝还活着，他一定是第一名。除了他，我谁都不服。他的传说伴我长大，这样的男人，一生只有一个。虽然霸气，但他确实做到了。可惜，他死了。我这辈子服的人不多，他是唯一一个。天妒英才呀！都这个时候了，你们还不信逍遥仙帝没死吗？有时候眼睛看到的也未必是真，也许他会欺骗我们。天下皆为蝼蚁，也就你敢这样说。能说这句话的，只有你，李兰。来吧！既然都这样了，第一名一定是你吧？好帅，好霸气，我好爱。可天道放出这个画面，想表达什么呢？好难猜。第一名一定是他，
他没死，他一定活着。可是我要怎么找到他？这世界这么大，他会不会隐姓埋名，改过容貌？我该怎么找？当年我没参加那场大战，却常听见你的名字。可惜你死得太早，不然真想和你比一场。无敌一生，却倒在天劫前，可惜。他真的好帅，好霸气。那你不觉得我比他更帅？我警告你，不准诋毁逍遥仙帝！对不起，我刚才说话太冲了，希望你不要赶我走。没事，继续看吧。或许逍遥仙帝真的还活着。李兰有那么一点点像。逍遥仙帝神秘凌厉霸气，拥有无敌之姿，而李兰只是一个住在荒山中的青年，怎么看都不像。3万年前，一位拥有无敌之姿的仙帝诞生。10岁筑基，18金丹，30元婴。他仅用2万年正道成帝，以剑正道，位列剑道魁首，仙中帝皇。2万年前，他独占亿万人，夺得鲲鹏仙剑，渡劫成仙帝。他曾言：“再世一日，天下皆为蝼蚁，天道亦如是。”往后万年，他做到无人能敌，天下无敌。但1万年前，他突破天地时遭遇雷劫，不慎魂飞魄散。原来真的死了，连天道都这么说了。原来他真的死了。但奇迹从未断绝。逍遥仙帝拥有一件保命秘宝，借此保存性命，并在雷劫中突破天地，成功存活。万年来，他以假死为名退隐江湖，无人知晓他的行踪。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逍遥天帝。第1名，逍遥天帝李兰，境界天地中期，奖励空间大道法则、混沌轮回拳、远古鲲鹏血脉。逍遥仙帝没死啊？不可能吧？天劫不是把他劈得魂飞魄散了吗？完了，他既然突破到天地中期，要回来继续镇压了吗？退隐江湖，就是说他可能就在我们身边。那些仙帝们这下怕惨了，他们最怕的人不仅没死，还变得更强。唉，终究未能如愿。第1名是逍遥，他没死，他没死。若逍遥没死，那就不是幻听。5大战将，属下在。立即搜遍整个秦州，凡是姓李且容貌出众男子，统统请到宫中。逍遥哥哥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我就知道你怎么可能死，你活得好好的。唯一的天帝竟然还给我玩假死退隐，哼，这是想躺平？10大魔将听令，无敌大人属下在，将这卷轴拓印100万份。这是逍遥仙帝的画像，只有极少数人见过。你们10人将其拓印100万份，分发给魔族大军，带队寻找此人。切记，不得透露他是谁。能知晓真相的，只有你们10人。泄露者死。属下明白。去吧。逍遥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你我之间的战斗还没结束。逍遥献帝竟然真的没死，不但没死，还突破到了天地。他究竟用了什么秘宝，竟能从天阶下死里逃生？万年后直接天地中期，天资逆天。这不可能，他竟然还没死，恶魔又回来了。到头来，镇压我们的还是他。白虎，明天记得变回本体，让我骑3天。
朱雀姐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，放我一马？不可以！自作自受。等等我，我要去看他背棋。没死，逍遥仙帝没死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那个说过他没死的人，什么？逍遥仙帝没有死？难道你真的是逍遥仙帝？你是不是傻？我怎么可能是逍遥仙帝？你见过哪位仙帝住在这破地方？我要真有那能耐，早住女帝那种大宫殿了。想想，好像也是。好吧，是我想多了。既然活着，总有一天能见到。哦，这姑娘是怎么当上大帝的？这么好骗？又亮了，这块玉佩到底想告诉我什么？当年天劫之下，正是玉佩爆发出同样的绿色光芒，将我吸入虚无空间，使肉身与灵魂重塑得以复生。在玉佩空间内，我继续突破天地境，并且无天劫降临。万年来，它都没有亮过，为什么现在？玉佩是父母在我出生时佩戴在我身上的，凭借逍遥鲲鹏体与玉佩灵气，一路横推10代，成为逍遥贤帝。可父母却在我筑基那日忽然消失。万年前你突然亮起，让我以为父母还在。究竟是什么身份，才能让我逃过天劫，甚至重塑天地之躯？天气即将迎来巅峰，3年后，至尊金榜重现仙界。灵气即将迎来巅峰。万年来，我清晰感受到仙界灵气的急剧衰退，与诞生之初相比已是天差地别。以前哪怕资质普通的人，也能凭着浓郁灵气踏入金丹境，而现在想突破一个小境界都比登天还难。别说金丹，筑基境已困住无数天骄。时势造英雄，不是他们悟性不行，而是生不逢时。灵气复苏的未来，我几乎可以断定，天地不止一位，大帝仙帝层出不穷。以我天地中期的境界，恐怕也难继续躺平。而3年后的至尊金榜，将彻底点燃这场竞逐天地的大事。但无所谓，我说过，再试一日，天下皆为蝼蚁，天道也已。又来了，到底想干什么？传令，本地闭关，100年内任何人不得打扰。今日起，吾等必死关，不闹天地境，绝不出关。本地闭关，不入天地，誓不出关。本地闭关，不入天地，绝天地。为了新时代的到来，必须突破。混沌神瞳竟然出现模糊，只有一种可能，未来的变化也超出我能窥探的范畴。天下皆为蝼蚁，无论是谁是什么，来一个杀一个。师傅，师傅，这是我娘让我带的腌菜，可好吃了。还有我的，这是爹爹给的猪肉。好，好，都给我。陈灵，出来。怎么了？
交给我吧。好了，都站好，一个个展示你们的成果，表现不好可要挨打屁股的。小丽，给他做个示范。这些孩子当中，他最有潜力。他的体质，修仙最重要的是体质与悟性。体质决定吸收灵气的上限，凡体、灵体、圣体、仙体、神体是从低到高的等级划分。而我自身的鲲鹏逍遥体是仙体，虽不及传说中的神体，却已是亿万中难遇的天骄体质。他竟能引动灵气，全势开始散出神韵。这种拳法绝非凡品，仅是起手式就能牵动灵气，显化神韵。若真让小丽练成，恐怕能爆发毁天灭地的力量。李逍遥，难道真是逍遥仙帝？功法强横，手法神妙，名字又几乎一致。只打一遍就有突破的迹象，又错过了。不过他们明天还会来，我还能继续偷学。有人突破炼体1重。师傅，我身体好热，还有点痛。这是好事，你要变强了。把这枚洗髓丹吞下。这么快就突破了，小丽的体质不错，而且李兰居然随手就拿出洗髓丹。要不等等问问李兰，我能不能也拿一颗？李兰就是逍遥仙帝。对了，仙界传闻，逍遥仙帝最讨厌吃的就是鱼，如果他不吃，那就能试出来。听说逍遥仙帝因讨厌鱼，曾连杀3月玄海妖兽。就这么办，煮鱼试探。那个，你之前给小丽吃的丹药还有吗？有啊，怎么了？可以给我吗？那当然不可以，我们又不熟，我干嘛给你？我帮你洗衣做饭，所有家务都包了，可以吗？那不是你本来就在做的？李叔，不好了！村子来了，抢走小丽！李叔，求求你，救救她吧！我来，我教训那群人。那你去吧，带他下去。李叔，这能行吗？当然可以，下面能来是土匪而已。别想带走我女儿！臭婆娘，我们师兄看上你家丫头，你敢对仙人不敬？楚师兄，这小丫头会拳法，而且好像比宗门的都强。真走运，宗主让我们抓几个天资好的丫头，没想到还有个会神秘拳法的，给我抓起来！谁敢反抗，格杀勿论！几个炼体5重加一个炼体8重，也敢在这里强抢孩童，找死！你是谁？原来是炼体7重，怪不得有点硬气。但我可是炼体8重，那又如何？死！不愧是李叔教出来的，就是厉害。炼体7重竟能越境击杀我炼师宗外门弟子，还有一个天生灵体，施展诡异拳法，这趟倒是收获颇丰。小丫头，过来。
可恶，金丹神识杀人，该死！前辈饶命！不知哪里冒犯了您，求您饶我一次。李叔，前辈，我愿当牛做马，求您放我一条命。深呼吸，很快就好了。搜魂术，他难道是魔族人？陈灵，在。你帮我照看好大家，我去就回。目的地一定与炼魂宗有关。炼魂宗竟抓捕无辜孩童，抽取本源修炼禁术，挡住。大阵破了！谁敢对我炼魂宗动手？你是何人？竟敢毁我炼魂宗大阵！炸你们的人，我这个人很讲道理，给你们2条路：一，自杀；二，被我杀，选吧。狂妄，找死！看来你替所有人做出了选择，那就死吧。不，我的生机在消散。不，宗主大人，我不想死。为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啊！演出法髓，这是人仙，至少人仙的力量。我怎么会招惹到仙人？对不起，求求你放过我！你滥杀无辜，你惨无人道，你一定会遭报应的！天道不会放过你！天道，他敢吗？天下皆蝼蚁，天道亦如此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已经解决了，回去吧。解决了，他灭了整个宗门。陈姑娘，李叔可是很厉害的仙人，羡慕你能跟着他学仙法。我先走了。那个，给你，表现不错，记得做饭。谢谢。李仙长，可以吃饭了。那桌上的果子你拿去吃吧。普通水果，一点灵气都没有。我要突破筑基了！我突破筑基了，比我想象的快太多。李逍遥，不，李兰，怎么会有这种神果？难道他真是逍遥献帝？不好，我刚刚做了鱼。
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不吃。筑基后定骨了，也不太用吃东西，去洗碗吧。你不是讨厌鱼的吗？我不挑食，不过你这鱼做的一般，厨艺还得练。果然他不是逍遥仙帝，我想多了。堂堂仙帝怎么可能在这里？又怎么会对我这么好？不管怎样，他帮了我太多，等我成为女帝，一定报答他，至少给他找个真正像样的洞府住，总不能一直在这山里。2万年了，杀了2万年，天下竟无一人能让我提起战意。太无敌也挺无聊。既然来了，坐下喝点。没想到天道之下第一的天帝躲在这里喝酒，真够让我失望。那你来做什么？身为天道不去管理玄尘仙界，反倒跑来找我喝酒。李兰，大事将至，你我都难自保。错，是你难自保。我随时可以离开这里。10日之后，灵气喷发，玄尘仙界将回归远古时代。听起来不错，灵气复苏，大家实力都会提升。你是天道，本界所有修者提升对你而言也是反哺，说不定能突破天地，迈入更高境界。那你有没想过，远古时代的那些老怪物也会一起苏醒？所以呢，关我什么事？我现在只想躺平。李兰，我不知道你是真这么想，还是不愿面对。能不能打开天窗说亮话？什么意思？哼，你真以为没人知道你的身份？你真以为你能忘掉过去，重新开始？哼，别太天真了，李兰。哦，不对，你该叫李逍遥，这是你的新名字，也是你前世的名字。还是说，我该叫你鲲鹏圣子？当年你突破天地那一刻，前世记忆就恢复了吧？我本以为你会有所行动，结果你反而假死退隐，让我很失望。那些都是过去，我现在是新的身份。新的身份？你骗得了自己？前世你是怎么死的，我可都看见。你是人族与鲲鹏族诞下的鲲鹏子，而鲲鹏一族认为你的血脉玷污了他们神圣的血脉，所以想杀你。你真的能无所谓？我的母亲是人族，父亲是鲲鹏族，两族血脉融合，诞下以人身承载鲲鹏血脉的鲲鹏子。我天生强大，一出生便是金丹境，仅用5000年便登临天地之位，镇压无数强者。然而鲲鹏一族视我为异类，不认同我的血脉纯度，曾派出无数强者围杀于我。我陨速后，鲲鹏一族的特性显现，死后化作鲲鹏种，若被妥当培育，可重生，但代价是记忆尽失，修为全无。我再次复苏时，已是2万年前，而所有记忆是在1万年前我再次突破天地时才完全觉醒。所以我才说，远古时代复苏，那些老怪物会归来，他们一定会找到你，再杀你一次。对了，你父母的失踪也和鲲鹏一族有关。你知道什么？这种眼神才对味儿，这才是曾经那个唯无足尊的逍遥仙帝。想知道一切可以，但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你现在太弱，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。说，10日后远古时代复苏，玄尘仙迹将完全变样。我需要你帮我找到8具尸骨，我会给你地图，只要集齐8具尸骨，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所有答案。尽情变强吧，未来的局势比你想象的更复杂。逍遥天地，玄尘仙界的多数地点，我几乎一眼便能认出，但这些未知之地，难道是已被深埋的远古区域？等10日后再去寻找吧。鲲鹏族。
你们若敢来，我必杀之。请问李孝林可在？尔等找李逍遥何事？我等来自女帝宫，听闻此处有一位姓李的仙长，不知是否属实。女帝宫，女帝，不正是柳青寒？他们在找姓李的，难道是在找逍遥献帝？有何贵干？打扰了。他们这是干嘛？不是来找你的吗？你在说什么？他们是女帝宫的，找我做什么？你不就是……你已经快突破金丹了。多谢你之前给的那些果子，才能让我成长得这么快，日后必有重报。好好成长吧，这个世界很快要变了。多谢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突然地震？刚才的震动是玉佩引起的。我的脑子那股气息，那道声音太熟悉了，绝对在哪里听过。风！眼前的巨鲲，境界竟只有筑基，生命气息微弱如风中残烛，如此存在在此地沉睡已久，我竟从未发现。那是禁制法阵。此阵究竟是谁布下的？又是你！好可怕的声音，我的灵魂都在颤抖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会爆体而亡。静！刚刚那是李兰的声音，她在里面做什么？不好，有人来了！李逍遥，我等你很久了。是你在与我沟通？你认识我？当然，你手中的鲲鹏玉是我赠予你父母的，当年他们救了我一命，我需报答。原来这玉佩名为鲲鹏玉，难怪它能感应这只鲲。鲲鹏玉乃鲲鹏神女的本命法宝，我借其力量为你留下一次逆天改命的机会。然而现在看来，你似乎已经用了那次逆天改命的机会。你是鲲鹏神女？鲲鹏一族每一代必选出圣子与神女，而我的父亲便是族长子，当年的鲲鹏圣子。若非那场变故，他本该统御万国，只因母亲的人族身份曝光，竟引来全族丧心病狂的追杀。若非如此，父亲绝不会陨落。鲲鹏一族，我必灭之。你是第几代鲲鹏神女？已记不清了，太久远了。我只知自己被困于此地已有100万年。100万年前的时代，我身为将士，而他
竟被禁锢至今。先不说这些，我先救你出去。怎么可能？全无作用。别白费力气了，这捆坤锁由数位天地联手炼制，再加上4周锁天大阵，即便是天道也难以解开。我逃不掉的。是谁把你困在这里的？与你一样，鲲鹏一族。我曾爱上一个人族，与其结合。此事族内得知后，将他诛灭，魂飞魄散。而我虽未被他们杀死，却被逼入这深坑，被无数封印镇压，永生不得脱。若不是你父母曾经路过，我可能连活人都再见不到，只能被吸干修为，直到死去。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。你对我有恩，我欠下的必还。没用了，不出10日，我的修为便会被吸尽。当年我曾是天地圆满，却被困在此100万年，临死前只想再看看外面的世界。那怎样才能恢复你的修为，解开禁制？这个或许能帮到你。这是远古鲲鹏精血，此等宝物你竟不自己炼化？我记得你身怀鲲鹏逍遥体，若将这滴精血吞服炼化，你的血脉会被彻底改善，甚至可使你真正蜕变为鲲鹏，踏入鲲鹏吞天神体。若此滴精血被鲲鹏一族看到，必将引发疯狂思抢。你竟要交给我？变成真正的鲲鹏，我以身为人族为傲，让我成为那个种族，可笑。宁愿不要身体，我也绝不改变血脉。远古大师江离，机缘无数，这滴精血我根本不需要。不必多说，拿去用吧。能帮你就好。里面的人滚出来！此地属于秦州白云宗，识相的快滚！你先恢复，我出去清理垃圾。此地属白云宗领地，机缘唯我独取。周易，你来的倒是快，还带了这么多人。王纯，你也带起人手来了。周易，这宝贝你别妄想独吞，此地是白云宗地盘，你敢来染指？尔等是何人？看不透他的修为。原来如此，靠秘宝遮掩修为，虚张声势罢了。看不透，此子不简单，但此处争夺宝籍，不可轻举妄动。小子，这里是白云宗地盘，里面的宝贝属我白云宗所有。5息之内，若不离开，死！小子，别以为藏着修为就能吓退我们！白云宗弟子上，将他粉身碎骨5息已到，既然选择受死，那便死吧。什么？一念之间，秒杀百秀，秒杀2位人仙，世间何人能做到？李仙长太强了，这才是真正的仙人，师傅最厉害！迷乱阵，日月斗转阵，起！这是何等阵法？我已在此地布下大阵，外人进入大山将会失去方向，被阵法迷惑。唯有你们可以随意进出，且在此中得到阵法庇护。你们再也无需担心受到伤害。谢谢你。不必，你恢复便好。我知一处之地，
也许能解此处的禁制。待我回来，再救你离开。一路小心，我能感知到天地灵气在缓缓净化，世界要大变了。我知道。李逍遥，你究竟是谁？陈灵，帮我照顾好下面的众人。你是不是逍遥先帝？答案我从一开始就告诉你了。我像不像逍遥先帝？你真的是逍遥先帝？对不起，之前我对您说了那些冒犯的话，对不起。小妮子，我没空和你计较，这里交给你了，我要走了。爹爹，你说的没错，逍遥先帝真的很亲切，一点也不像外界传言那样冷漠嗜杀。震道圣地横跨雷州与梓州亿万里疆域，无数阵法修士梦寐以求的地方。这里每年只收10余弟子，却淘汰数万人，严苛至极。吾乃逍遥天帝，震眼天，出来见吾。逍遥先帝，你来作甚？真的是逍遥先帝，他为何又来了？圣帝何时得罪了他？震眼天本事倒是精进了，竟能用多重禁制法阵挡住我的威压。李兰，1万多年前你还是先帝时闯入我震道圣地，抢走禁制秘诀，杀我老祖。这笔账我们未追究，你今日还来，是欺人太甚。天帝又如何？当真要将我震道圣地逼上绝路？那又如何？今日来此，只借禁制阁一关，我找到所需秘诀，自会离开。真的欺人太甚，别以为我会怕你。1万多年，我和师父日夜参悟震道，严庄之后，如今我的震道大成，就算你是天帝，也没那么容易破开我的阵法。哦，这么说，我倒更感兴趣了。不错嘛，萧焰天，你的阵道不错。滚！我跟你很熟吗？原来如此，这是724层环环相扣的马粪，力量落在最外层，被分散、削弱，再一层层剥离。等到达最后一层时，我的力量已经被分解到炼体层面。你居然一眼看出来！当年老祖临死前说过，李兰是万年难遇的震道奇才，我从未相信，可现在再无法否认，这套大阵除了我与师父，他绝对不可能见过。仅用一眼便解破其核心构造。萧焰天，我阵道确实不错，你不会真不知道，你老祖不是被我杀的吧？而是跟我比试阵道，输的气急攻心死的。当年我闯入圣地，他提出比试阵道决胜，各自布阵，看谁解得快。老祖用了3天都未能解开我的阵法，而我只用了5个时辰便将其破解，最终气急攻心，一跃而终。不可能！你放屁！老祖阵道通天，怎么可能不是你的对手？你就是杀了他！你不信算了，不过你这阵法倒是有趣，让我看看阵眼在哪。想找阵眼？痴心妄想！这套大阵是我和师父日夜……怎么可能？第1层破了！果然在这里，挺好破的嘛。这怎么可能？短短无时，万年心血沦为笑谈。老祖当年真的是被他气死的。
你引以为傲的阵法，在我眼中只是垃圾。小眼天，你服了吗？我服了。你的阵法很差，但能想出这种结构已经不错，别灰心。要杀要剐，随你便。我不杀你，但死罪可逃，活罪难免。跟我来。宗主消失了，阵位也没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么大的妖兽，这到底是什么？鲲鹏一族的前身。远古妖兽，难道鲲鹏一族没有灭绝？这里有一头，那其他地方也……目前来说，他们还未现世。我带你来，不是给你看鲲的，是这些禁制法阵。这些符文太精妙了，这串联河流交叠，每一笔都完美无瑕。这种禁制阵法是谁布的？是你？不是，这是100万年前留下的。布阵之人实力很强，强的连我也看不透。100万年前，那是远古时代修士横空强者辈出，远古阵道可毁天灭地，却在某个时代突然断层消失。第一任宗主因偶获远古阵法卷轴，才得以成就阵道大能，创立阵道圣地。可惜老祖下落不明，那道远古阵法也随之失传。你带我来，是想让我帮你破解这些禁制？当然不是，我让你留在这里破解，我可没空陪你。我怎么可能行？你都未能破解，你不行也得行，你没有选择。我在你灵魂深处种下了禁制烙印，你不能泄露这里的秘密，也不得违背我的意愿。等你破解了这里所有禁制，我自然放你自由。看来我跑不掉了，天地果然强大，我连反抗的念头都生不起来。只是我担心圣地会遭遇危机，想让我帮你就直说，我会在此地布一个传送阵，你随时都能回圣地。另外，若圣地真遇上灭顶危机，我会替你出手一次，但作为交换，你必须在1年内破解完这里所有禁制法阵。1年？这开玩笑吧？就算给我100年都不一定能行。那你还是杀了我吧。我若杀你，不会只杀你，我会杀你妻儿，杀你师父，把你们圣地屠得干干净净，连灰都不剩。都说你残暴无情，看来果然名不虚传。罢了，我会全力以赴。只有压力才能促人成长，我相信你会给我一个惊喜。你回来了。我已找到人来破解禁制，不用多久，你就能自由。谢谢，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，你能答应我吗？说吧，你给了我那么多帮助，只要我能做到，就不会拒绝。帮我看看我的孩子还在不在？你还有孩子？已经过去100万年，鲲鹏寿命虽长，也不可能活这么久，除非孩子的境界极高。可远古时代以灭绝般消逝，当年的种族、圣地、家族几乎全灭或封印，他的孩子还能活着吗？不必担心，我的孩子被我以秘法提前封印了，没有鲲鹏血脉，任何人都无法解开。我会把位置给你，请你帮我找到他，还活着也好，死了也罢。他的身上还有鲲鹏一族赠我的至高秘宝——鲲鹏神翼。鲲鹏神翼，我前世曾听父亲提及，有一件令无数强者觊觎的秘宝，被一位神女带走，从此下落不明。没想到竟被封印至今。帮我找到我的孩子，无论生死，那件秘宝都归你，拜托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根据鲲鹏神女留下的位置，她的孩子被封印在妖州之内，而前方就是入口所在。虽然古老的封印地点已确定，但时隔太久，谁也不知道他的孩子如今究竟身在何处。不过不必担心，鲲鹏玉会指引方向，它能感知方圆万里之内的鲲鹏气息，
越靠近反应越强烈。咦，竟还有人族敢来这里，不怕死吗？狮王大人这几日正猎食人族，他也敢进来，看好戏儿吧。奇怪，我怎么看不透他的修为？隐修之宝多得势，若不隐藏修为，他早被狮王大人吞了。妖族现在敢吃人族了，他们反了。来者何人？不知进入狮王城者，须先报上姓名吗？聒噪，跪下。你是何人？此处不是蛮狮城，你为何称为狮王城？因为这里是狮王大人的城池，我们都是他麾下之妖。我记得人族与妖族曾立下盟约，彼此进入对方领域不得无故残杀，除非在其他地方妖族举兵攻打人族，而站出来阻止血案的就是我。最终，若非4位神兽先帝出面求情，妖族早已化为历史灰烬。妖州内不得屠杀人族，这是当年写入天地七印的铁律。当年的盟约，妖族与人族不得在彼此领地随意屠戮，只要不是刻意猎杀，双方的争斗从未被限制。那时妖族立下誓言，绝不违背。如今这些妖族竟敢再次吞噬人族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奉命行事，一切都是狮王大人的吩咐。那你们总共残杀了多少人族？我真的不知道，都是狮王大人安排的。既然什么都不知道，那就没必要活了。他不怕吗？狮王大人可是真仙境啊！看来是我消失的太久，让你们忘了当年的誓约。这股威压，地仙，不对，至少天仙境。这是什么层次的威压？前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区区真仙境的小狮子也敢违背妖族盟约，屠戮人族，囚禁折磨，以此取乐，你胆子不小。看来我当年杀的还不够多，否则你们也不会忘得这么快。你是逍遥仙帝？天帝大人，听我解释。5日之内，若让我看到妖州还有1个人族被关押，4只小神兽，给我洗干净等着，我去宰来吃。4只小神兽。这是谁？好大的口气！竟然叫咱们宗主4只小神兽！好恐怖的气息，声音里夹杂着大道神威，我的灵魂都在震颤。这究竟是谁？敢这么跟咱们宗主说话的，除了那位，我想不到其他人。那位是谁？你傻呀！除了逍遥仙帝，还能有谁？不对劲，那位来了！快去4位神兽仙帝的闭关处，无论如何，马上唤醒他们！你们都该死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参见4位宗主！真是服了，这逍遥仙帝过来干嘛？不知道啊，我们好像也没得罪他吧？他干嘛要来找我们？先别管原因了，还是赶紧想想怎么解决吧。你们觉得我们4个加起来是他的对手吗？以前就不是对手，现在更不可能。那位也已经是天地中期，对付我们就跟碾死4只蝼蚁一样轻松。我们妖族最近做了什么？尔等速速给我查，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敢违背我们的命令去残害人族。查出来1个，就地处决1个，绝不姑息。是。可别让逍遥仙帝抓到什么把柄啊！这家伙没人性的，他要是生气了，我们必死无疑。事已至此，慌也没用，我们继续闭关吧。后天
将不太平。我们能否突破天地的机会，就在后天了。朱雀，你的凤凰神眼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了未来会有无数势力如雨后春笋般出现，到时候别说先帝，就连天地也会出现很多个。但这也没那么快，起码还有10来年左右，留给我们成长的机会还有很多。只要把握住，我们未必不能超越逍遥先帝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多等些时日。等我们实力大增，突破天地，就找这逍遥先帝好好算算旧账。好独特的禁制法阵，又是我没见过的。若不是鲲鹏玉指引，我都发现不了这里。这法阵竟然连我的神识都能屏蔽，隐藏的真深。救孩子倒是不急，先让我研究研究这法阵的奥妙。不参透此阵，竟不知其精妙，静至如斯。不仅能屏蔽神识，防御极强，还能吸收方圆1里的灵气来滋养内部。最关键的是，里面时间的流速被放慢了1半，外界过去10宵，里面才过去5宵。也就是说，鲲鹏神女的孩子被封印在里面，极有可能只度过了50万年岁月，存活率比我想象的要高得多。但这法阵除了强行击穿，就只有一种解法。鲲鹏血，破！里面竟然还有妖族存活！怪物！我是怪物，那你们算什么？奇怪，神识范围内没有鲲的气息，但蟠鹏玉一直在震动发光，位置绝不会错。尔等可见过此生物？族长爷爷，这跟我们每年抽血的那只大怪物好像啊！闭嘴，别说话！他刚刚说的可属实。你是什么东西？滚出这里！竟敢将鲲鹏当作血食牲畜圈养，找死！死！起！幸好来得早，再晚一步他就真死了。这群妖族倒也不算太蠢，懂得细水长流，用他的血种灵果再喂给他，才吊住了一口气。带你回家找母亲，玉里有他母亲的气息，应该能助他早点醒来。这里还有洞天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没必要急着走了。
吾乃天道，灵气即将再次喷涌，新纪元将自此开启。为记录旧时代尚存者之强，特立天道金榜，盘点5万年间仍活着的10位至强者。第1名，逍遥天帝李兰，境界天地中期。万年隐世，终究纸包不住火了吗？此地温度直逼太阳，与我无碍，倒是别坏了我这一身好衣裳。你是什么东西？天地回归，没想到我也苏醒了。我可能是此方天地最后一只桃兽。那你是怎么被关押在这里的？在我被封印于此之前，桃兽一族所向披靡，不慎得罪了万古妖帝，被屠戮殆尽。我落入他人之手，他杀不死我，只能将我封印于此。小子，我们桃兽只要火焰不熄就不会死。只要你放我出去，我可以屈尊做你的奴仆。我桃兽最高可成长到天地境，如今你们这破落天地，恐怕连1个天地都难出吧？确实难出，因为本地是唯一一个。你，天地？吹牛不打草稿，你身上连一丝灵气波动都没有。比起鲲鹏神女的枷锁，这不过是小孩子过家家的玩意。我终于出来了！终于走了，那个吞噬黑洞总算消停了。这气息是天地，它真的是天地！拜见主人。主人，这是桃珠，内含火之大道。这里果然别有洞天。先别废话，赶紧找宝贝。你是何人？怎么会在这里？吾乃灵蛇宗宗主，灵蛇圣人。小子，你在此地多久了？逍遥天帝。逍遥天帝，那个来妖州的杀神！完了，我们居然撞见了他！毛头小子，你以为假冒逍遥天帝就能骗过老夫？你身上毫无灵气波动，定是用了屏蔽修为的法宝，想借天地威名独吞秘宝吧？宗主英明，真正的大人物怎么会跟我们这群小妖报身份？就是，你们看他旁边那只妖兽长得那么丑，气息才堪堪真仙境，堂堂逍遥天帝怎么会带这种垃圾奴仆？唉，给过你们机会了。天帝大人，您老真的是逍遥天帝啊！小妖有眼无珠，求您放小妖一马。看你跪得这么快，交代你个任务。你说，你让小妖干什么都行。你带他回你宗门，帮他提升修为。真仙境带在身边，太掉账了。大人放心，伺候妖兽是我老本行，小妖绝对把他当祖宗供着。您还有其他吩咐吗？哼，带我回宗门，以后叫我火哥。好嘞，火哥这边请。
鸿蒙紫气，万年轮回一次，吸一口修为便可突飞猛进，时不等人。鲲鹏诀，起！果然是轮回紫气，我们的时代来啦！只要吸足这紫气，我们突破天地指日可待。别废话，赶紧吸，这玩意儿时间短得很。怎么回事？这紫气怎么在往秦州的方向跑？这股吸力，这种霸道不讲理的吸法，好熟悉的感觉。是李兰，又是那个混蛋！1万年前李兰抢混沌气也是这副德行。算了吧，碰上这个黑洞，能喝点汤就算不错了。大家加快速度，别让李兰全吸干了！这一想是逍遥哥哥，他就在秦州。连分身都用来一起吸，逍遥哥哥太厉害了，我也要学。不行，光靠分身还是不够快，必须利益最大化。给我全力吸上！天地法则想压制我，做梦！不是我，是天地法则。你的玉佩吸收了太多紫气，要蜕变成混沌仙气了。这雷劫威力极大，你小心。来得正好。鲲鹏诛天斩！这鸿蒙紫气确实非同凡响，我竟然突破到了仙帝中期。才仙帝中期吗？我的孩儿竟然被折磨成这副模样！命保住了。你要找的鲲鹏神翼在哪儿？我没看见。我一直将它藏在孩儿体内，谢谢你救了他，这神翼送给你了。无视距离跨越空间，有意思。终于走了，那个吞噬黑洞总算消停了。我操！他又回来了！走了吗？
李兰究竟在干嘛？要杀要剐，给个痛快！来来回回折磨我们，算什么本事？有趣。每个时辰诞生百侣，以后再也不缺子期了。灵气精纯了数百倍，大势已至啊！灵气复苏，100万年轮回已到，仙界将重塑旧日时代。去寻找那8具尸骨吧。旧时代的那些老家伙，要一个个爬出来了吗？这天地之力根本无法阻挡。柳青寒，你还是那么美。逍遥哥哥，我说了，你可以叫我清寒的。你知道吗？当年听说你死了，我整天以泪洗面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没死？当时我受了重伤，休养了1万年才缓过来。我最喜欢的就是清寒妹妹你，若不是伤势太重，我怎么可能不来找你？对不起，逍遥哥哥，是我错怪你了。清寒妹妹，这么久不见，我们找个无人的地方，彻夜长谈。等我回来。快来看啊！地皇坟里刚挖出来的万年灵山，才5天时间，这些后世修士就把远古遗迹开发成坊市了。吾乃炼魂宗宗主炼魂大帝，炼魂宗全宗复苏，明日大开宗门，广收门徒。入吾宗门，享无尽寿元。大帝，这是远古时代的大帝出世了。远古大帝的传承，明天我一定要去拜师。炼魂宗前几天刚斩灭一个，现在又钻出来一个老祖宗。小子，明日才收徒，你来早了。我不是来拜师的，我是来借你们藏经阁一关。放肆！死！大帝境界！这些远古功法倒是有几分门道。大胆小儿，仗着有几分修为，敢杀我宗长老，老子可比你早出生70万年。活了70万年才这点修为，你这老王八挺能熬啊！无知小儿，动用吸魂大阵，把他的魂魄抽出来点天灯。天灯，吸魂大阵，
一魂大阵起！诸位，他是大帝，别留手，融魂！小子，吸魂大阵一开，大帝也得乖乖交出魂魄。这法阵的灵魂拉扯感，感觉就像有人在给我做头部按摩。不错，力度刚刚好。他在说什么鬼话？装神弄鬼，加大力度！唉，看来远古时代的法阵也不过如此。破！一个字，破了我们的吸魂大阵。你绝对不是大帝，你到底是谁？我从未说过我是大帝，吾乃逍遥天帝，尔等可以饮恨了。天帝，此界竟然有天帝！武艺魂幡，给我炸！我不服。有趣。远古时代，帝皇坟里这三大圣地的宗主皆是天地境，而真正埋葬的帝皇，竟是天地之上。这炼魂宗不过是个二流货色，真正的帝皇尸骨到底在哪儿？天道，地图既然给了我，你肯定知道尸骨位置，下来聊聊。又装死，看来只能自己找了。人都去哪儿了？让让，别挡道！怎么这里这么空？妖帝秘境开启了，大家抢传承去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别耽误我发财！妖族秘境内有天地传承，快进！爽啊！这次秘境只能由妖族进入，而且限制在大地境之下。若我能获得传承，必将无敌于世！别废话了，事不宜迟，冲啊！只限妖族，还得是大地以下。确实是某种禁制，这气息是天地级别的手段。这位道友，别看了，不是妖族是进不去的，这是铁律。我劝你还是别浪费时间了，走吧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我想试试。那你试吧，真是倔驴。鲲鹏神翼第二神通，空间斩。怎么可能？他真的进去了！带我一个！不！看来确实进对了地方。吾为妖族天帝，万古妖皇。诸位既已来到吾的传承秘境，那便开始吧。传承就藏在这里某个地方，能否寻得，就看各位的气运如何。你终于肯来找我了。你是谁？这声音只有我能听到，难道这里真的跟我有关系？天道曾言，集齐八具尸骨，便知晓一切答案。事不宜迟，先探查一番。
去了上百万年，为何你还会动？难道那个人回来了？去，将外面的那些妖族统统抓来，不臣服就死！是，妖帝陛下。我是不会再让那个人靠近你的，即便是他的后代。这里有些古怪。剑指法阵，看来好东西都在门后。跟了一路了，捡漏也该有个限度吧？滚出去！这秘境是你们家开的，我为何不能进？连外面那些低阶妖兽都不敢打，靠我们清理干净了才敢溜进来。听好了，我们是龟妖宗弟子，家师乃圣人境大妖，就在这秘境之中。识相的赶紧滚！大家同为妖族，别逼我们见血！哼，龟妖宗，举宗前来啊！刚好前阵子操劳过度，听说你们龟妖最适合熬十全大补汤。找死！一口气吹没了一个大罗金仙，就算师尊也做不到。你是圣王境，圣王前辈饶命，是我们瞎了狗眼，有眼不识泰山，求你把我们当个屁放了吧！我刚才说了，我要喝大补汤。对了，没有水怎么煮龟呢？圣王饶命啊！疼！前辈！好简的法阵，无趣。好恐怖的寒气，这冰寒大道很是了得。这气息竟然是天道圣迹，还蕴含着如此恐怖的冰之大道力量。来者何人？报上名来！此处是你虎爷的地盘。看什么看？你虎爷在你下面！小东西，你是什么妖兽？笑什么笑？在你虎爷面前竟敢嘻嘻哈哈！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可是尊贵的冰焰虎，只存在于远古时代的伟大生物。冰焰虎，炼魂宗的古籍里确实记载过，冰寒大道与火之大道的完美结合体，能做到冰火两重天而不排斥。传闻一头完全体的冰焰虎足以冰封一周，实力比肩天地。就这小不点儿，你是天帝？怎么回事？刚醒就撞上一位活的天帝，这也太倒霉了！将你知道的都告诉我，此处是何处？又有什么宝贝？别杀我！我说，这里是冰脉雪山，是雪帝死后所化。雪帝是一位大帝，这里留有他的传承。我是雪帝的坐骑，被封印在此，直到昨天才苏醒。哦，雪帝。天帝大人，我可以跟随您吗？我刚苏醒，无处可去，跟着您肯定比待在这个鬼地方强。看你表现。手感冰凉刺骨，确实是天道圣迹，没错了。远古时代的资源果然比现在强太多，
随手捡一把冰剑，竟然都是天道圣级级别。我知道其他宝贝在哪儿，天帝大人跟我来。天帝大人，这里面的宝贝可厉害了，名为冰寒仙羽，是我家主人打造出来，想送给他爱人的，只可惜还没来得及送出去，大劫便来了。大劫？看来大人不属于我们那个时代，我们就是因为那场莫名其妙的大劫，才被迫沉睡避难。当时是知天阁昭告天下，才让我们侥幸避开锋芒。知天阁，玄尘仙界也有这个情报组织，号称全知无能，只要钱到位，什么情报都有。只不过在我这里吃了不少鳖。当初问他们鲲鹏一族的下落，他们不知道；问逍遥仙帝死没死，他们信誓旦旦说死了。看来这个组织的底蕴比我想象的要深。那场大劫，不知多少人因此消亡，我的主人极有可能已经陨落了，因为我在这里完全感受不到他的气息。确实是好东西，男女皆可用的防御至宝。此处放着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似乎是我被封印之后主人新造的密室。这里的禁制比其他的强上不少，看来里面的宝贝恐怕是这里最强的底蕴了。哼，有点意思，一拳破不开。那就一剑。此乃无之意境，若能破之，可获无之传承。汝可愿接受挑战？开始吧。大地境的试炼幻象，在远古时代或许能拦住不少天才，但对我来说小菜一碟。恭喜你，年轻的后辈，你完成了传承试炼。想必这一路走来，历经生死，非常辛苦吧？但请记住，困难背后必有丰厚的回报。其实也没什么好辛苦的。戒指中蕴含了我毕生所得的功法与法宝，望你将无之传承发扬光大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有一头小宠物留给你，那是一头幼年期的冰焰虎。你若将它带来此处，我残留的阵法可助它蜕变，进化为成年体。圣人境的妖气，看来是蜕变完成了。伟大的新主人，我已经完成了血脉蜕变，我现在可是圣人境的大妖了，厉不厉害？不错，毛色亮了不少。趴下来，让我上去。好嘞。本以为有圣人境的坐骑开道，能省去些麻烦。
看来我还是低估了这群妖孽的贪婪。这位道友，不知这洞府里面都有什么宝贝呀？宝贝挺多的，天道圣器、仙袍，还有各种罕见的修炼资源。不过已经被我拿光了，你们现在进去连根毛都捞不到。小子，那么多天道圣币，你一个人吞得下吗？不怕撑死？把宝贝交出来，要不给我一件，我保你今天活着离开这雪山。我拿2件就行，我护你周全。护我离开？我为什么要你们这些垃圾来护我？狂妄至极！我们这里足足上万同族，你真以为凭你一个人能打得过我们？上，杀了他！法宝做去，我们平分。交给你了，全杀了。放心吧，主人。圣人，只要是圣人命，快跑啊！主人，我做的怎么样？干得不错，走吧，去别的地方看看。好嘞。怎么会？位置明明就是这里。雪山呢？传承遗迹呢？这里不应该是雪山的传承之地吗？难道是我记错了？不是记错了，是有人捷足先登。既然雪帝传承已逝，那绝不能再错过炎帝的传承，必须赶快！主人，其实这片传承之地属于妖帝麾下的5大帝君，分别是炎帝、雪帝、木帝、炎帝、金帝。他们乃是5行精元所化的妖，各自掌握着一条5行大道。原来如此，这里面全是提升水之大道的极品资源。我助修空间，辅修冰道，水冰同源，这些东西对我大有裨益。当年妖帝赐予了他们5把天道圣器，传说若能集齐这5把圣器，便能合成一把传说中的先天混沌玄器。您刚刚得到的冰寒圣剑，正是其中之一。混沌仙器，有点意思。看来这趟没白来。你可知道其他4个传承之地在哪儿？我只知道墓地的。墓地死得比雪帝早，生前与雪帝是至交。我曾随雪帝守护过那片地方许久。好，带我过去。是，主人。该死，忘了，墓地的传承之地具有生命意识，这片森林会主动攻击外来者，尤其是我们这种在天上飞的活靶子。那就全灭了。全灭？下面还有好多无辜的妖族。落。您破。这么快就完全掌控了冰寒圣剑，天地境界的实力真是太可怕了。走。
主人，这就是墓地死后化作的本体巨树。只要这棵树不倒，这里的生机就不会断绝，迟早会恢复原样。传承就在这树里。按理说这周围本该有重重传承试炼，走到这里难如登天。但您一剑把试炼全秒了，现在我们站在这里，就等于完成了传承。看来是不打算主动给我喽。交出传承，否则我将你烧成木炭。没想到啊，来了一位如此有胆魄的人类年轻人，竟然能强行越过妖帝大人的禁制法阵，进入到此处。只不过你来晚了，我的传承已经被夺走了。谁？秘境明明是同时开启的，怎么可能有妖比我还快？是炎帝。墓地大人，您说什么？炎帝？他怎么会抢走您的传承？你们可是同僚啊！当年在你和雪帝陷入沉睡之后，炎帝并没有沉睡，他趁我不备，夺走了我的传承。你也知道，我不善争斗，根本不敌他。炎帝，他已经疯了，他爱上了主人。炎帝爱上了妖皇大人，堂堂五行元化则的妖，竟然妄图染指万古妖皇，这简直是荒天下之大谬！是的，他疯了。那天他抢走我传承时，我才知晓他真正的计划。他想夺取其他所有的五行圣器，将它们融合在一起，铸成传说中的先天混沌仙器。他想借此征战天下，成就天地之位。他以为只要自己的境界能与妖皇大人平起平坐，就能摆脱奴仆的身份，名正言顺地跟妖皇大人在一起。炎帝这个疯子，真以为有了实力就能跟妖皇大人在一起吗？难道他不知道妖皇大人心里一直都有那个人的存在吗？他等了那么久，至今未嫁，不就是在等那个人吗？走，找剩下的传承。快抓住那把仙剑，那可是极品仙宝啊！发达了，这里简直就是宝地，远古秘境果然恐怖，全是宝贝。抓不到啊！这些法宝飞得太快了，都有灵智了，根本追不上。主人，这里便是金帝的传承之地，这些法宝全都是他生前打造的。金帝是个极其出色的炼器师，我们五行晶元各有所长。墓地是炼丹师，炎帝是符箓师，雪帝是阵法师。至于炎帝嘛，炎帝样样精通，不过样样都稀松平常。怎么回事？这些法宝怎么都停下了？他是谁？难道法宝们都选择了他？这也太区别对待了吧！我们拼了老命，连个剑柄都摸不到，他们居然主动求他摸。看来这些法宝不仅生出了一丝灵智，还能敏锐地察觉出谁才是这里实力最强的人。喂，你过分了吧！我们辛辛苦苦来到这里，你把法宝都拿完了，我们拿什么？凭什么好东西全归你一个？滚开！交出一半法宝，我们便不再追究。你们这些妖真的是没脑子的，既然想要，那就给你们吧。
主人，这就是金帝大人的本命法宝——破风金枪。此枪可以说是无坚不摧，只要将其拔出，便可获得金帝的传承。只需拔出法宝便可获得传承，这简直不要太简单。吾乃金铁大帝，为金灵晶元所化，精通炼器之术。想要获得吾之传承，你必须要在3个时辰内习得吾之金锤淬炼法，并打造出一件地宝品阶以上的法宝，方可通关。此地为幻境，打造所需材料你可凭空想象，随意取用。用灵力凝聚一柄金锤，可提高淬炼成功率。这金铁大帝倒是个人才，竟然还能想出这样的秘诀。哼，对炼器一道，我虽主修阵法和炼丹，未曾注入太多精力。但这所谓的金锤淬炼法，看一眼也就悟透了。至于打造地宝，以前又不是没打过，有手就行。恭喜你通过考验，吾之传承自今日起便交托于你了。又一把天道圣器，真想看看5把天道圣器全部集齐融合之后，会有怎样的威势。走，去下一个传承地。看来有不少妖族死在了这里。主人，这片荒漠可是会吃人的，炎帝的传承之地就埋在这片流沙之下。别浪费时间了，快去。是，主人。主人，这漩涡之下便是炎帝的传承之地。下去。天地逆转，倒是个神奇的手笔。主人，我感受到了炎帝的气息，传承就在这座大山里面。没有禁制，也没有法阵，看似就是一座平平无奇的大山。哼，传承藏在哪儿？找机关，破阵眼。管你里面藏着什么玄机，一拳轰碎，自然就知晓了。这是圣尊的气息吗？不对劲儿，这威压好像是大帝。我曾在一位大帝身上感受过这种窒息感。怎么可能？不是说大帝境以上无法进入此秘境吗？竟敢惹怒山神，必将受到吾之惩罚。若能击败吾，
吾之传承便归属于你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自称山神，难道这也是一尊大帝级别的存在？原来那里藏着一颗山之心，简单，一剑灭之。他是何方神圣？仅凭2根手指，就把那么大的山神给灭了。你完成吾之传承，传承归你了。走，下一个传承。真是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啊！那个人来了吗？妖皇大人，我会向你证明，那个让你苦苦等待的人根本不配，他并不是你的良人。我守护在你身边整整几10万年，而那个人一次都没有出现过。可你为什么还是那么爱他？我才是你最好的选择。我才是最爱你的那个，只要杀了他，只要亲手斩杀了他，你就属于我了。众妖听令，炎帝大人，请吩咐，守护这里，任何妖惑人敢踏入半步，杀无赦。是炎帝大人。能让妖皇大人牵挂这么久，必然不同凡响。我要做好十足的准备，为了这一战，为了夺回你。如今我2把天道圣器已经合为一体，我的实力早已大增，先帝境内，我天下无敌。主人，这里就是炎帝的传承之地。这些妖兽重兵为首，怕是有大阴谋。果然如墓地所说，炎帝根本没有封印自身，他没有死，而是一直守在妖皇大人的身边。无碍，杀了便是。冰焰虎，老牛，没想到你这老家伙竟然也没死。雪帝已经死了，这就是你认的新主子。你带着他闯入此地，究竟意欲何为？老牛，你心里最清楚。当年妖皇大人陈御前命我们5行精元奉献生命，你的主子竟然敢违抗军令，苟活于世，究竟是何居心？那又如何？吾主实力通天，凭什么要白白送死？若没有吾主这几10万年来的寸步不离，妖皇大人恐怕早就被那些蝼蚁打扰了。吾主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妖皇大人，强词夺理，交出传承和5行圣境，吾主对他们势在必得。既然如此，唯有一战。过去这么多年，你这废物居然还停留在圣人境，而我已然杀入半步大地，今日你必死无疑。退下。你身上根本没有妖气，你不是妖，你是人族！区人族蝼蚁，竟敢擅闯妖皇大人的秘境！3息之内，不退者死。呵呵，死到临头还敢嚣张！弟兄们，一起杀了他，绝不能让他靠近妖皇大人半步！灭。
此人难道是先帝？果然是他来了，否则你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。放心，我去杀了他，从此以后，你的心就彻底归我了。吾乃炎帝，滚出去！交出传承圣器，可留你一条狗命。哼，狂妄！怎么可能？我的随手一击竟然无法近身，难道此人不是先帝，而是天帝？你已经将墓地的圣器与你的圣器融合了。就算如此又如何？我就不信杀不了你！起！破！冰寒鲲鹏诛天斩！不好！给我挡住！你是天帝！报！此方小世界不受外界天地法则束缚，天地意志想降下天劫阻挡混沌圣器诞生也是徒劳。不愧是混沌献器，不仅能随意变换形态，还内含五行大道的恐怖威力，更能抽取五行元液和施展五行神通。有了它，我的五行大道圆满，指日可待。你来了。谁？听声音在火山口深处传来的。之前一直在装神弄鬼的，就是你。放我出去，你自然知晓答案。好强的气息，是古一样。竟与我不相上下，同为天地境。这里怎么会有一尊天帝？是敌是友？怎么回事？境界竟然跌落得如此严重！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你好久了，青帝大人。今日便是我们妖族踏碎苍天之时，随我讨伐神族，不死不休！我是青帝，可青帝究竟是谁？神族又是什么？天道引我来寻尸骨，难道是为了寻我自己的尸骨？青帝大人，我等了你整整70万年，你终于回来找我了。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一定知道关于我的秘密。看来，只能等他苏醒再问个明白了。收。妖皇大人，他就是你们妖族的妖皇。那我问你，你可知道青帝是谁？当然知晓，青帝大人，那可是我们整个妖族流传万古的传说，是妖族唯一的真神呐！详细说说。传闻在70万年前，一朵混沌青莲显化人形，他以横推万古的无敌之姿，强势统治了整个妖界。不到1万年，便突破至天地境，成为了我们妖族历史上的第1代帝皇。那位伟大的初代帝皇，曾统御1万妖族，带领我们讨伐诸天其他种族。那时，妖族大军所向披靡，杀得天下片甲不留。可突然有一天，一个自称神族的可怕种族降临仙界，开始肆意虐杀诸天万族，是青帝大人。他带领我们妖族挺身而出，讨伐神族。那一天，天崩地裂，青帝大人以一己之力，生生斩杀了10位神族天帝，杀得神族大军肝胆暂阵，落荒而逃。可是，青帝大人在那场惊天大战中受了极重的伤，他为了保全妖族血脉，耗尽了自身的青莲之力，硬生生在虚无中开辟出了一个崭新的妖界，保了妖族10万年的太平。若不是他，妖族早就亡了。一人独占并斩杀10位天帝，我以前竟然这么伟大。那段莫名涌出的记忆里，那个被称为青帝的人，容貌与我一般无二，大概率那就是我。那你可知青帝究竟长什么模样？不知。青帝大人的画像和神像全都在那场毁天灭地的大劫中湮灭了。如今世上只有极少数从那个时代存活下来的大能才知晓真容，妖皇大人便是知情者之一。既然他清楚青帝的样貌，刚才又唤我青帝大人，看来我的身份已经呼之欲出了。天道，你布下这盘大棋，让我顺着地图来寻找尸骨，究竟想干什么？难道是让我寻找我自己前世的尸骨？我前世是鲲鹏天帝，现在又成了70万年前的妖族青帝。那地图上标记的足足8具尸骨，难不成全是我在不同时代留下的遗毁？我到底活了多少个时代？我又藏着何等恐怖的秘密？此处还有什么别的宝贝吗？没了。除了5帝传承之外，剩下的都是些寻常的破铜烂铁，主人您肯定是看不上眼的。行，那就离开此处吧。这里既然是妖皇所化的传承之地，应该不会存放青帝的尸骨。天道给的那份地图，最终的指向是万妖山，看来青帝的尸骨一定藏在万妖山中。这是什么速度？完全无视了空间距离。出来了，有人出来了。那是冰焰虎，背上坐着个人族，他怀里还抱着个女人，肯定是秘境里带出来的重宝。都滚开！冰焰，你倒是威风了，进了趟秘境，认了新主人，看来是抱上大腿了。这女人是从秘境带出来的，把她交给我，我放你们走。关你屁事！冰焰虎，你以为抱上个不知底线的人族就能骑到我头上？这里是妖州，轮不到人族撒野。你有3息时间。什么？你在威胁我？3、2，找死！1。10几个圣人，一招全灭，这是什么怪物？走吧。
前几日，满师城被一人灭了满城，那人自称逍遥天帝。这气质绝对不是普通修士，怎么又带人回来？李仙长，他是妖皇。妖皇，那位天地境的妖帝秘境主人，前几天刚承认自己是逍遥仙帝，今天就捡个妖皇回来，这还是照顾好他。天道，出来！我知道你在听，装死，那就自己挖。不对劲，剑气到了地下深处就自动消散，像被什么东西吞噬了。你来了，我等你等了70万年。你是谁？我就是你，或者说，我是你的前世之一，青帝。你有很多疑问，进来，我告诉你所有答案。你是青帝，你是我的前世。天道让我找的8具尸骨，都是我的前世。不全是？什么意思？8具尸骨中只有3具是我，也就是你的前世，剩下的5具是另外5个人。他们是谁？你的仇人。当年神族入侵，我带领妖族抵抗斩杀10位神族天帝，但我重伤垂死，只能开辟妖界，让妖族避难。神族未退，留下了5位天帝镇守仙界，防止再出强者。而那5位天帝就是那5具尸骨，他们还活着。死了，时间杀死了他们，天帝也会老死。他们没等到神族援军，老死在仙界。但他们死前将传承和力量封印在了墓穴中。现在灵气复苏，墓穴即将开启。地黄坟、魔渊谷、天剑山、万古窟、北海之眼，找到他们，夺取传承，让神族人死在仙界的土地上，永不翻身。那你呢？我已经死了70万年了，这朵青莲是我最后的礼物，炼化它，你的修为将突破到天地大圆满。至于更高的境界，天地之上，宁为不朽。我游山，这是天地大圆满，哪个远古妖帝苏醒了？是李兰。前脚刚突破后期，现在大圆满。李兰，你又突破了，老子卡在仙帝大高盟，你倒好，距离不朽只差1步了。万年老二的名头，我这辈子是摘不掉了。又突破了，这还让人活吗？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，就是没跟他死磕到底。逍遥天帝，您回来了。禁制法阵进度大部分破解了，还差最后3道。现在神女已经能在山里自由活动了。继续。是。我要闭关一段时间。我给您护法。
他什么时候能醒？气息稳定在大地境了，但就是不醒。体内有股力量在慢慢修复本源，可能需要某种特定的东西来刺激。我要出去一趟，这里交给你。您放心。天道，出来！你终于肯主动找我了。下面那具干尸，就是神族天帝。是，神族5大天帝之一的帝苍，天地大圆满，距离不朽只差半步。不过现在只剩一缕神魂印记，实力大概在天地中期。大概？神族的手段，我也不能完全看透。他的棺椁里有什么？你能得到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让我找8具尸骨，现在告诉我你不知道。8具尸骨是3具你的前世，5具神族天地。我知道位置，但不知道内容。怎么进去？直接挖。那就挖。残血！那是什么人？一剑劈开了帝皇粉！70万年了，终于有人来了。你是来夺传承的？你是神族？神族，好久没听到这个词了。是的，我是神族5大天帝之一帝苍。你镇守的是什么？这座墓里面埋着的是你们仙界最后一位帝皇青帝。青帝的尸骨已经被我炼化了，这里也是青帝。你在说谎。我没说谎，这里葬的是青帝的头颅。当年他斩杀10位神族天帝，自己也被打碎成3部分，这里就是他的首级所在。那你的传承呢？我没有传承，我的使命就是守住头颅。后世者，你很强，现在滚！我不杀你，不走就死。这是我用70万年布下的法阵，在这里，你的修为被压制3成，而我将重回巅峰。我生前距离不朽只差半步，你一个后世者，不该来这儿。说完了。第一，青，你的法阵压制不了我，因为你的阵道造诣太垃圾了。怎么可能？第二，你恢复巅峰也没用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天地大圆满。这是什么法相？第三，死人就该老老实实待在棺材里。冰寒鲲鹏诛天天，斩！神族不败！反派死于话多。这不是对外防御的封印，这是对内禁锢的枷锁。神族在防着里面的东西自己出来。
你来了，你是青帝，我是他的一部分。当年我被神族4位不朽围杀，身首异传，躯干在万妖山，四肢在另一个地方。8具尸骨，前世有3具，除了你和鲲鹏天帝，还有谁？第一是第一个反抗神族的人，他在魔渊谷。神族为什么要杀你？为什么要封锁仙界？为了阻止仙界出现不朽。一旦有人突破不朽，就能打破神族对天道的控制。天道曾经是神族的傀儡，但他暗中帮了我。神族即将卷土重来，10年内必将降临。你的头颅留下了什么传承？神体。炼化我，你的体质将蜕变为混沌青莲体，这是冲击不朽的入场券，但代价是你要承承受我7万年完整的记忆，撑不住，你就会变成我。来吧。放弃吧，让我代替你。滚出去！我是李兰，谁也别想抹除我！混沌青莲体，神体成了。他又突破了，这还让不让虎活了？刚大圆满，又蜕变了神体，这万年老二我当够了。逍遥哥哥又变强了。这就是神体，大道法则不再需要刻意感悟，已经成了我的本能。具备资格还不够，踏入不朽需要3个条件。哪3个？第一，圆满掌握3条大道。空间与冰，你已圆满，你需要去北海之眼修炼时间大道。第二，一枚不朽神格碎片，帝苍身上就有1块。而这第3，完整的灵魂，如果不融合所有前世的记忆，突破时必被心魔反噬。收集起5位镇守天地的碎片，你便可尝试冲击不朽。我会让神族付出代价。出来了！他身上的气息怎么……潜重。李兰，我突破了！你突破不朽了？没有，只是神体。只是神体，天地大圆满加神体，你还让不让人活了？你来找我，不是专门为了比惨吧？神族墓穴被盯上了，我突破时，天道给我看了一些东西。天剑山和万古窟已经被远古宗门扎营了。天剑山那边有个远古时代的天地中期老怪物，最多3天就能破阵。神格碎片绝不能落入他人之手。你来告诉我这些，是想帮我收尸？主要是我想打架，顺带帮你，但我怕死，打不过你得给我兜底。传承碎片全归你。走，先去魔渊谷。魔渊谷那边没有神族墓穴吧？有我的东西，抓紧了！啊！抓什么？你这鲲鹏神翼真变态！下面有人在战斗。5个天地，其中2个比我还强。下去看看。
这些石柱原本是一座大阵，被人硬生生打爆了。我的第一式，你第一式，这破坏力，怕不是已经不朽了吧？前面有动静。休想踏入半步！牧尘，你守了这座墓13000年还不够，现在灵气复苏，你想一个人吃独食？我守在这里，却燃烧犹如烈火般，是为了承诺。承诺？哈哈哈哈哈！什么承诺比命还重要？让开！念你天地修为不易，里面的几条分你一分。给脸不要脸，那就死！等等，逍遥天地，认识我？金榜第一，如雷贯耳。但这魔渊谷好像不是你逍遥天地的地盘吧？你可以走了。逍遥天地，我敬你几分，但这地方是我先来的。你先来的。这座墓存在了70万年，你算老几？你是铁了心要抢？是。一个打一个算什么本事？来来来，2个打你们1个才不吃亏。好，逍遥天地，今天这个面子我给你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顺便提醒你一句，墓里那个人当年得罪的可不止神族，仙界远古宗门有一半想挖他的坟，祝你好运。这就跑了？我还以为能松松筋骨呢，你怎么不直接弄死他？外面有3个宗门盯着，现在动手，白便宜了别人。你就是逍遥天地，在找8具尸骨。你怎么知道？老夫墨兰见过少主。少主？等等，这什么情况？我守了13000年，就是等少主回来。您的第一式技艺未觉醒，但我认得您的灵魂。我是您第一式座下第7弟子。第7弟子？你活了13000年？师父当年将我封印，13000年前封印解开，我便一直守在这里。我的第一式叫什么名字？剑无双。剑无双？那个一剑斩断天道束缚，让仙界灵气喷涌10万年的传说？你这背景也太逆天了吧！那就是他的墓。是，当年师父被13位神族不朽围杀，力斩7位，重伤6位。3位不朽，最终力竭，葬生于此。你来了，剑无双。现在只是残魂，一缕剑意罢了。传功和技艺都在墓里，我留这道残魂，只是为了当面跟你说几句话。什么话？你想打神族，很好，但你要记住，不要相信天道。为什么？他是天道，也是棋子。他被捏着命脉让你找尸骨，不过是借你的手清除神族的钉子。防着点儿，别把后背交给他。还有呢？神族在不朽之上，还有一个境界。永恒！围杀我的13人中，为首的便是永恒镜。永恒镜可操控时间，能让时间倒流，让一瞬变万年。我杀7个不朽，却连他一剑都接不下。永恒镜如何能杀？用时间法则冻结他，斩断他的因果。你去北海之眼，那里是时间法则最浓郁之地。
也是你突破永恒的必经之路。我能说的就这些了。最后一句，别死。少主，这是剑种。师傅当年死后，他的佩剑崩碎落在此处，化成这片剑种，100万年剑意不灭。这些剑，他们想攻击他！不是攻击，是迎接。剑无双，你保不住仙界，天道已经归顺神族，仙界资源尽归我族，你一人能做什么？这一剑叫归虚。归虚一式，以意破敌，一念可斩天。这气息是谁的剑意能有这么强？逍遥天帝到底什么来头？能拿到一把天捅个窟窿的剑？不是拿到，是取回。取回？里面埋的人是剑无双。炎天宗初代宗主留下的手札里写过：剑出星河碎，一剑斩七不朽。逍遥天帝取回了这把剑，不管他是转世还是传人，他和炎天宗的死仇结定了。等他知道当年的事就是炎宗灭门之时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天剑山那边马上派人传信给炎火长老，动作加快，拿不到就毁掉，绝不能留给他。少主，师父还留了东西给您。天剑山墓穴中封着当年被我斩杀的7位不朽之一，神族无痕的残魂。70万年，其神魂已恢复，去天剑山杀了他。乌衡，少主，这个乌衡是神族大将，如果他恢复了一部分，至少是天地圆满，甚至可能回到了不朽初期。那就更要去了，趁他没完全恢复。你伤得很重，跟不跟我走？老夫这把骨头就不拖少主后腿了，等我伤好，去天剑山找您。天剑山有远古宗门在抢，有架打，走不走？走！抓紧了。阵仗不小啊！炎天宗天罗殿哟，还有几个叫不出名字的。山腹里有墓室，有人已经在破阵了。至少3个天地，其中1个修为不在我之下。不在你之下，天地大圆满，远古时代还有这种老怪物活着？应该是刚苏醒的。来者何人？天剑山已被7大远古宗门联合封锁，闲杂人等不得靠近。
我不是闲杂人，我是来拿东西的。山腹里的墓归我。找死！再说一遍，我找你们管事的，或者我自己打上去。你是逍遥天地！逍遥天地，老夫炎天宗大长老炎火，不知逍遥天地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敢问来天剑山有何贵干？你们在挖的那座墓归我。逍遥天帝说笑了，天剑山是我们共同发现的，破阵大半个月，耗费资源无数，您一句话就想全拿走，未免不太合适吧？那你觉得怎样合适？共同开发，墓里的东西你我3-7分如何？你知不知道这座墓里埋的是谁？愿闻其详。神族不朽，无恒，一个死了几十万年还没死透的神族。你们在这挖了大半个月，不是挖宝，是在给人家破封。天剑山的封印。大长老，大长老，封印破开了！不是我们破的，是从里面破开的。所有人后退！这是什么力量？时间法则，它恢复到不朽了。仙界，好久不见！你们在我的坟头上敲敲打打了大半个月，作为感谢，你们全都留下来，给我当养料吧。剑无双，不对，你的剑意不如他凌厉，你是他的传人。无双剑，当年这柄剑捅穿了我的心脏，你是他什么人？转世。好，太好了！70万年前你杀了我，今天自己送上门来。剑无双当年杀我还得用龟须，你现在连不朽都不是，拿什么杀我？不需要不朽。不错。天地大圆满，神体五行圆满，再加无双剑，你确实像他。不过天地就是天地，哪怕是大圆满，你跟不朽之间依然隔着一道天堑。你说完了？归去。一剑，龟须，你居然真学会了龟须，你还能用？住手！冰寒鲲鹏诛天斩，下龟须。剑也不会有好下场的，神族很快就要来了，你们等死吧！
时间法则的残片，不用灵气，用时间法则淬体，去北海之眼正好用得上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哎，我去！这么小一块，怎么跟座山一样重？什么材料？一块地图。地图？藏宝图？哦，残片。这符文只有1/4，需要凑齐4块才能看清。不管神族在藏什么，肯定不寻常。多谢逍遥天帝救命之恩。我不是来救你的，他要杀人，我恰好要杀他，仅此而已。即便如此，炎天宗也承您的情，墓里的东西全部归您。不需要，我要的已经拿到了，剩下的你们自己分。问一件事，万古窟那边什么情况？万古窟不太平。3天前收到消息，那边的神族墓穴被打开了，但墓里出来的不是干尸，是个活人。活人？70万年了还能有活人？不是封印了70万年，是那个人在5000年前就已经醒了，他一直在万古窟里修炼，实力至少是不朽。知道他的名字吗？没人知道，派去打他的人只看到一个背影，回来就疯了一个。那人坐在一座白骨山上，手里拿着一根人骨在敲地，敲一下，整个万古窟都在抖。他还在哼一首根本听不懂的歌。这听着是个变态呀！5000年前就醒了，跟吴恒这种刚破风的半吊子可不一样。这是万古窟的坐标。逍遥天帝，您刚和吴恒打完，要不要先休息几天？那家伙比吴恒难对付得多。不用。等等，你能不能慢点飞？老子自己飞也行。自己飞要2天。来吧。诸位都看到了，逍遥天帝在清理神族墓穴。从今天起，炎天宗不再参与任何针对神族墓穴的行动。谁要是想去送死，我不拦着，但别拖着我炎天宗一起死。真难闻，这什么味道？不是腐烂，像骨头风化的味儿。这里以前是战场。是。就是他，气息稳定，不朽初期，但感觉和吴恒完全不同。他没有急躁，没有暴虐，他坐在这里，像是在等人。来了就过来，别站那么远。坐。你是神族？曾经是，5000年前就叛了。神族追杀我10几万年，我被堵在仙界出不去，只好躲在这儿，顺便等你们。等我们？等人来杀我。我的不朽神格碎片比吴恒的大多了，拿我的碎片突破，成功率能提高30%。怎么样？动手吗？你不想打？想打的话，你不会让炎天宗的人活着回去报信。哈，有意思。剑无双的转世果然和传说中一样。坐吧，我真不打，打了一辈子，早腻了。我叫渊，神族第3军团先锋将，不朽初期。12万年前任务失败，被当成弃子，叛逃后被追杀了10万年。5万年前躲进仙界，5000年前醒来，发现仙界一个人都不认识，就一直坐在这里等。等死？等解脱。
杀了你，神族会赦免我；不杀你，神族连我一起杀。哼，你就不怕死？活了几十万年，死算什么？想来想去，好像只能被你杀掉了。比死可怕的事多了，背叛种族却无处可去，躲了10万年，发现躲哪里都没用。在这做了5000年等死，结果等来一个天地大圆满，连不朽都不是。你在失望？你真的只是天地大圆满？你体内的剑意已经接近不朽了，还有你这双眼睛，混沌神瞳，神族都没几个人有。神族什么时候到仙界？1年之内。1年？老子卡了1万年才等到灵气复苏，他们这就来了。根据灵气复苏推算的，神族在仙界布了5座封印大阵，每破一座，他们对仙界坐标的感应就清晰一分。地黄坟、天剑山、魔渊谷破了。我这万灵军种，5000年前我醒的时候弄坏了一半，现在只剩北海之眼，等那里破了，神族就能彻底锁定坐标，全面入侵。为什么把这些告诉我？因为你活，我才能活。刚才说让你杀我是开玩笑的，我躲了10几万年都没死，现在也不想死，但我一个人扛不住神族，仙界唯一可能扛住的只有你。你叛了神族，还愿意打神族？那怎么了？叛了就不回去了？要么他们死，要么我杀出一条活路。做个交易，我帮你打神族，我的碎片归你，条件是打退神族后，在仙界给我划块地养老。空口白牙，凭什么信你？就凭5000年前我能毁了万灵经肘却留了一半，就凭天剑山一战我没去帮乌恒，这些诚意够不够？你怕死？对，怕死。想让我送死，你得先让我看到活下去的希望。带我们去北海之眼，碎片归我，第一战你打前锋。成交。所以现在是3个天地打神族，一个初期，一个大圆满，一个不朽初期，也算是不错的开局了。你想多了，拿到北海之眼碎片前，你们还得面对最难的一关。神族5大镇守天地，地苍第5，无混第3，我排第4。北海之眼的镇守者叫元图，最强的一个，而且他生前就是不朽初期，肉身吸收了70万年时间法则，很可能已经诞生了新的灵智。合着最后一关比前面4个加起来都变态。跟我来，先把我的碎片给你。你这状态，北海那一战，你得打主力。拿吧，拿了它，我的境界就会跌到天地大圆满。10几万年了，第一次感觉这么轻松。走吧，去北海。